女儿把可乐倒在毛巾上给儿子擦脸，再把可乐倒进面粉里蒸出来黑黢黢的馒头。但他们并不爱吃这可乐馒头，因为甜日子实在不好过。可没办法，村里唯一的一口井也被村霸占为己有。丈夫不服气，便跑到山里自己挖井。妻子则带着儿子来到了村长家，他一看到水，立马端起来大口喝了一整碗，然后就像在自己家一样，自顾自地梳洗起来。婶儿，我走了啊，明后天我还来。你还来做啥？村长跟我说的，让我有事没事的常来家坐坐。两个女人一言不合扭打在一起，村民们纷纷围上前，村长也终于现身。他表示无能为力，只要孔家不开口，没人敢给他们送水。回想半个月前，天狗一家刚来到村子，他是个伤残退伍军人，被指派到这里当护林员。村民们异常热情，集体到村口欢迎。村长更是殷勤备至，他端来满满1碗清水，表示全村最高的敬意。看着淳朴善良的村民们，妻子十分高兴。可听到村民唱的歌，李天狗隐隐察觉到异样。要求他叫李天狗，他和咱毛一呀几呀亲呀好，一家亲他不过是个护林员，却被称赞为英雄，似乎有点过，但他也没放在心上。在众人的拥护下，天狗一家正式搬进了村子。他们刚落脚，村民们就热情地送来礼物，他们排着队挨个进门，甚至还有人送来一只羊。天狗本想拒绝，但实在盛情难却，只好暂时收下。他详细记下了名单，打算日后再一一回礼。当晚，妻子痛快地洗了热水澡。狗子，我没有想到当个护林员这么好。你要是早来2年，现在电视也有了，冰箱也有了。哦，天狗不以为然，沉默地走开。给你个报春，你还当真了？有能耐，夜里别钻老娘的被窝。隔天一早，天狗上山巡视。作为护林员，看守树林就是他的本分。可眼前这一幕却时时把他吓了一跳。天狗顿时恍然大悟，原来村民们巴巴赶来送礼，就是想贿赂他。与此同时，村长热情地上门慰问，他搂着孩子，亲热得不得了。临走前还塞过去一个红包。讨好妹子，我没事就走了啊，有困难对我说，有事没事常到我家来坐坐啊。天狗匆忙赶回家，也顾不得自己的瘸腿，立刻规整所有东西，打算一一退还回去。妻子骂他木头脑袋，可天狗却说出了其中的厉害。这今天你收他一根葱，明天他管咱要一棵树了，咱收得起给不起啊！还完东西后，他还写了一张告示，规劝大家以后不要乱砍乱伐。可这在村民眼里，就是他贪心不足，还想要索取更多。天狗拿着烟一一分给父老乡亲们，但大家眉头紧皱，对他无动于衷。村长，这不是打咱的脸吗？没有见过这种人啊！人家心脏的礼物强，看不上脏。让人皮儿好了，这别说了，别说了。妈的，全当是为了狗！孔家三兄弟看到这一幕，打起了李天狗的主意。他们摆了盛大的宴席，邀请天狗来家里做客。推杯换盏的过程中，天狗不难看出，村民背后的推手就是孔家三兄弟。他们靠卖树发家，眼里只有金钱和欲望。天狗默默离席，孔老大跟了上来。狗子，你一句话就成了万元户了，不为自己考虑，也得为老婆孩子想想吧。老是过现在这样的日子，咱还算个男人吗？天狗似乎动摇了，他回屋里坐下，倒了满满的3杯酒。男人举起酒杯，一饮而尽。两兄弟乐开了花，以为天狗同意帮他们犯罪，于是立刻赔上2杯。谁知下一秒，天狗一脸严肃地说道：“这好酒啊，我喝过，这茅台也不会抽，可是我抽过红塔山，那是我部队啊，我们部队打上机器是正气的。同志们，对面那座山，谁家的？中国的。这山上每一寸土，每一棵树，谁家的？都是中国的。”曾经，部队为了守住中国的一棵树、1寸土地，牺牲了40-50个战士。而李天狗伤了一条腿，却捡回了一条命。从那时开始，他就下定决心接替弟兄们的任务，一辈子守卫祖国的土地。天狗劝说孔家兄弟，希望干了这杯酒后，不要再盗伐树木，大家都从头来过。两人一听，瞬间变了脸色。既然这新官不识抬举，他们也不必再多费心思。就这样，在孔家的示意下，村民们开始针对天狗。他们不再热情，反倒把一家3口逼上了绝境。家里没水了，天狗挑着空水桶出门，但老大爷打完水后，竟把井棚上了锁。天狗请求大爷帮忙把锁打开，但大爷却说：“你找他去，他说开我就开，他说不叫开，我打死也不能开。”
实在没办法，天狗只好去孔家说理，却在门外发现了一个满脸泪痕的小男孩。他才8岁，因为尿急在孔家门口撒了一泡尿，孔家老三便将他狠狠打了一顿，还罚他在这儿站到明天天亮。爷爷恳求天狗进去帮孩子说说情，天狗拉着孩子想要直接带他回家，爷爷急忙拦住：回不得，回不得。咋了？你家老三叫着娃在这站一宿，看那个球样子，老三叫站一宿，你就让娃娃站一宿，以后啊，管好你的娃娃。天狗愣在原地，他没想到孔家的势力竟然如此之大，整个村子的人都害怕到言听计从。天狗转身来到村长家，村长却躲起来不露面，让老婆前去应付。他算是看明白了，只要孔家不松口，自己根本求不到水。最后，天狗来到小卖部，要不来水，他花钱买还不成吗？但他没想到，孔家早就和小卖部老板打好了招呼，他把矿泉水全都藏了起来，而平时只卖2块5的可乐，现在也加价到3块4。要知道，天狗1个月的工资才不过150块，但最后他还是挑了2桶可乐回家。这多少钱一瓶？问你花了多少钱一瓶？3块4。多少钱一瓶？哎，你喝喝，这可甜了。你给我回来！3块4，一天的饭钱都在这罐罐里，这甜不甜？从此以后，天狗家就过起了甜日子。他们用可乐洗脸，用可乐和面，就连水瓶里装的也全都是可乐。几天下来，一家人的嘴唇都爆皮了，孩子也疼得哇哇直哭。你这干啥了？你这干啥了？这下电也断了，天狗只好再跑一趟小卖部。一看到天狗来，老板赶紧抹掉黑板上有关照明的商品，只拿出一捧蜡烛。36块。不，我说你这儿东西这都比那城里还贵了。先归城里买去。回到家后，一家3口点着添加蜡烛，啃着可乐馒头，但每一口都难以下咽。隔天一早，雷声炸响，他们急忙把锅碗瓢盆搬到院子里，等着接点雨水。夫妻俩举起塑料油纸，满怀期待地望向苍天。可很久过去，愣是一滴雨也没下下来。看着儿子眼巴巴的可怜模样，天狗实在忍不了了，他气冲冲地找孔老三理论。那水井是你家承包了？是咋的？我家也要喝水。你家要喝？你说哪家的？这村子就没让你自己家人。那水井是你说霸占就霸占了？那3两子，你说霸占，那这不你霸占了吗？咋了？狗子，你他娘的有夫人在那儿听？天狗死活不服气，他跑到山里开始拼命挖井。眼看着天快黑了，孔老二突然找上门来，他装作一副好人模样，说霸占井水都是老三的主意，他和老大并不想把事情做绝。桃花一听，顿时有了希望。我做主了，你去挑水吧。夜里去啊。哦。老三睡得早，你也不要跟狗子说了，他可老盯着。对啊。你去，我给你开水盆啊。谢谢你了啊。我走了。桃花没有怀疑，等到半夜，他便挑着水桶出发了。老二如约打开了门，可关上门后，他就开始动手动脚。你把我这种水你就喝，你不要吃脸火烤你就喝。一道亮光照进来，桃花被人看了个精光，而屋外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孔家兄弟。说这天底下的女人要碰到咱那老二呀，没有爸爸的意思。那他生的你看到了？哎呀，有啥好看的？还没你好看。山林里，天狗还在拼命的挖井，却浑然不知自己的老婆已经惨遭凌辱。但幸好上天眷顾，他竟然真的挖到水了。天狗接了一瓶水，匆忙地赶回家。妻子却满怀心事，始终沉默不语。隔天一早，他带着儿子像往常一样巡山，父子俩环抱大树，给每一棵树都起了名字。此时，孔老大引着买家走了过来，他们明目张胆地挑选木材，完全不把护林员放在眼里。天狗不能坐视不理，于是写了举报信，送到了邮递员家里。他想先跟领导反映情况，再根据指示行动。邮递员也是个退伍兵，但面对天狗的请求，他却沉默地低下了头。撤吧，全村人都吃这粮子的，听我一句话。就在此时，外面突然传来消息，说天狗的儿子不见了。他急忙跑进山林寻找，村长也带着人赶去帮忙。可一直到天黑都没有找到儿子。他看着地上捕猎的兽夹，心中越发不安。谁知这时儿子却回了家，他紧紧抱住儿子，一直悬着的心此刻终于放下了。但奇怪的是，儿子的小羊羔丢了。也罢，丢了就丢了吧，只要孩子没事就行。听村民说，是孔家老三在山上偶然找到了孩子，明眼人都能看明白，这事分明就是有人使坏。安顿好妻儿后，天狗便挑着担子回了山上。有了自己挖的井，以后就不愁没水吃了。可眼前的一幕几乎让他感到崩溃，那只小羊羔被人开膛破肚，扔在了天狗拼命挖的井里。天狗彻底绝望了，他仰头望向大山，无力又无助地嘶喊。
天狗落寞地回到家，他不想拖累妻子，于是劝说桃花带着儿子先回县城。狗蛋，我提前把话跟你说完了，要不咱们今天就一起回城，要不你一辈子别来找我们。我没你这个窝囊男人，要怎么你这个爹？一巴掌狠狠打过去，桃花的嘴角流出了鲜血。他伤心地背起行李，牵着儿子回县城。李天狗愣在原地，他知道只有妻儿平安离开，自己才能放手一搏。但他不知道，一场天大的阴谋正在向他缓缓逼近。一个老头突然出现在家门口。天狗奋起反击，一拳打中孔老二的要害，老二疼得弯了身，更加不会轻易放过李天狗。村民将他团团包围，所有人都在向孔家靠拢，他们把目光锁定了后面的邮递员。你他娘的也是等我兵的，白扯进老子这儿！男人握着铁棍，颤抖地走上前。天狗捂住头，脑海里不断浮现出刚进村子时的情景。村民们那么淳朴热情，他们都叫他大英雄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众人四散而去，只剩满身血迹的天狗死了一般的躺在地上。他被捅了3刀，被打得多处骨折，直到天黑也没有一个人来救他。不远处，拉木头的汽车晃晃悠悠开进了村子。听到汽车的声音，天狗竟奇迹般的醒了过来。他忍着全身的剧痛，挣扎地爬回家，扑进满地的可乐瓶，想要喝口水，却一滴也没有。天狗费力地爬起来，紧紧握住那杆生锈的汉阳造，随即爬向了大山深处。谁也不知道那5公里他是怎么走过去的，确切地说是怎么爬过去的。跟随着电锯的声音，天狗来到了伐木现场，他朝天开了一枪，警示大家停止砍树。孔家兄弟被彻底惹恼，3人跑了过来，打算杀人灭口。天狗冷漠地举起枪，随着2声枪响，恶人应声倒下。但与此同时，他自己也撑不住了。趁着这个机会，孔老二举着斧子缓缓靠近。出了人命，事情才终于闹大。天狗被送去医院抢救，命是救回来了，却成了一辈子的植物人。12年后，一个穿着军装的年轻人走向病房，桃花已然苍老了许多，却始终守在丈夫身边。老东西，儿子当兵了，看你来了哦。李馆长。